Hello，大家好，每天读经5分钟。今天我们再来读一小段《六祖坛经》。今天的内容可能会一半读原文进度，一半有点闲聊哦。因为前两期我们所读的内容，我觉得比较杂乱一点，就是思绪和表述比较杂乱，因为是这样的吼，像我现在读经啊，我已经就思考的成分占比越来越少。我主要是在读原文的过程中，我会感觉到，就是一边去感觉自己心中的灵感，感觉自己心中的心得是什么，然后呢，再把它文字化去记录下来，记录成心得。所以说，当我读到一个阶段的时候，我感觉到很多心里面的那个，我称之为感觉嘛，心里面那种想要表达的心得，可是呢还不具体，或者说还不完整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有些东西还没有孵化出来，所以说讲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清楚。那我们现在这样子每天读经典啊、录视频的这种功课嘛，我给自己的功课，主要我是希望记录下来自己读经典原文的时候的心得，尽量记录的完整一点。我们不是要注解经典，但是我希望把当下这个时期，我们读读了几部经典，圆觉经、六祖坛经、金刚经等等几部自己比较比较重点的经典，希望把这些经典的一些当下的心得，把它记录的完整一点，作为自己未来的参考。有点像是呢，读这几部经典的原文，然后呢，把当下得到的灵感记录下来。所以我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记录灵感，而记录灵感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表达能力和我们的第六意识心，它所扮演的角色只是辅助而已，就只是文字化的功能而已哈，并不是要去一直用头脑去想说这里面的文字意思是什么，而是去感觉，就有点像是你读一篇文章，或者是读一首诗，或者是听一首音乐的时候呢，你试着将心比心去感觉作者背后要传递的内容。就像我有时候也会想到那个一些网络用语，现在那个网络世界有一些网络用语啊，什么破圈啊，什么内卷啊等等的，就是文字有时候是这样，一些用语，你虽然字面上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你感觉的时候，你猜得出它大概的意思是什么。那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虽然我们看得懂这个文字的字面意思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感觉的是它整体背后的用意。比方说破圈，破字面上意思是突破嘛，圈是圈层，然后内卷，内是卷，就是卷成一团嘛，内卷。那它的含义大家也知道了，但是就是说它这个文字用的很巧妙，然后大家如果用了喜欢的，他就会一直用。还有一个叫做破防哈，就是形容人遇到某些人事物的时候，自己心里的那个就是走心了哈，心里的防线被突破了，破防。就有些文字，就是文字本身它字面上意思是有限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如果去体悟它背后的含义的话，才会明白它完整的概念哈。那最近就是读到这个慧能六祖慧能传法给慧明将军，还有聊到这个一花开5叶的部分，就觉得
特别有点心得，然后就聊了比较多内容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先把它读完整一点，就是惠明将军呢，在经过六祖慧能的引导之下呢，已经呢跟六祖慧能当初听闻《金刚经》的时候进入到类似的状态哈。当时六祖慧能听闻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就弟子自性常生智慧，他发现了自己菩提自性的存在。而惠明将军这个时候是经过六祖慧能的引导哈，摒弃诸缘，勿生一念，然后问他说：当这个拨云见日的过程，我上次有分享嘛，摒弃诸缘就好像拨云见日一样，把你心中所有的杂念先拨开，因为我们内心当中是很多复合性的东西存在，心、我相、人相，还有法相，还有很多的念头。那这就像空中很多东西、很多云朵的时候，你就不容易发现说菩提自性在哪里，因为你分不清，我们一般人分不清楚哪一个才是本性。那摒弃诸缘的特点就在于说，你把心中所有的杂念拨除。就像把天空中的乌云全部拨开，当天空中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不思善不思恶，天空中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还剩下什么呢？你就容易去抓到这个本来面目的本体哈。就是当所有的杂念都排除之后，还有那个智慧，还有那个活力，还有这个感觉出来。那这个感觉是什么呢？它就是我们的菩提自性的源头哈，是这样。那这就是六祖慧能的引导方式哈。然后呢，惠明将军呢就要拜六祖慧能为师，六祖慧能就说：“我们同师黄梅哈，我们同样都是五祖弘忍的弟子哈，然后擅自护持，就是说今天我所教你的东西一样是五祖弘忍传承给我的，不是我发明自创的。那既然我们今天有这个机缘得到这个传承的话，我们就好好的守护哈。就是我今天教你怎么样子引导你能够悟本性，能够跟自性智慧连结，你也是时时的去关照自性，然后善用自性智慧呢去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哈。那慧明就问六祖慧能说：那我今后要往什么地方去呢？那慧能一样跟当时五祖一样哈，他就给他一首诗句哈，一个锦囊哈。逢缘则止，遇蒙则居哈。到了蒙这里就定居下来哈。这时候呢，惠明将军就跟六祖慧能礼辞哈，就行礼告别了哈。因为六祖慧能还要继续逃命，那惠明将军准备要去阻挡六祖慧能的追兵哈。所以说六祖慧明就回到这个岭下哈，可能是大禹岭吧，上次大禹岭哈。然后呢，他就遇到了其他这些慢他一步哈，因为惠明将军是第一个追上六祖慧能的人，那他传法完毕之后往回走嘛，回走的时候遇到这些要追踪六祖慧能的人，他就要把他们引到别的地方。他就说呢，前面呢相射摧毁哈，前面呢已经越来越偏僻了哈，路越来越偏僻了哈，然后呢都没有看到六祖慧能的踪迹啊。我们应该要走另外一条路，就是说这条路前面呢，我找了找，已经没什么迹象了哈，也没有什么。就是这里的路已经越来越不好走了，也没什么，也没有六祖慧能的踪迹哈，应该要去别的地方找。那其他这些追兵呢，都相信了惠明将军说的话哈，所以说惠明将军就把这些追兵给引到别的方向去了，让六祖慧能够继续逃跑哈。那之后呢，惠明将军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道明哈，避开老师的名字，以示尊敬哈，就不要。好像叫自己都好像在叫自己的老师一样，就是比较没那么尊敬，所以呢，把自己的名称改成道明呢，避开六祖慧能的名字哈，这样子呢，就是表示说他心中重视敬重这个老师，这样子。那后来呢，慧能就一直逃跑到潮汐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四会县哈，潮汐的地方又被恶人追到嘛。然后呢，他在四会县的时候就避难于猎人队当中。那时候五祖弘忍给他的诗句就是“逢怀则止，遇会则藏”嘛，所以在四会县的时候就躲藏到猎人队当中，就应验了当时五祖弘忍的预言哈。那经过了15年的时间哈，避难15年的时间，
好，那这段内容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边了，剩下的内容我们就明天再聊喽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拜拜。